你有没有试过某一段时间晚上就是不吃东西？也许是因为看了某篇文章，也许是因为朋友说这样有效，也许只是某天吃晚饭的时候突然想算了，今天不吃了，然后你撑过了那个晚上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站上体重秤，数字动了一点，你有点高兴，但没几天你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，晚上照样吃，肚子照样在那里，那圈顽固的腹部脂肪纹丝不动。预是你得出了一个结论，这个方法没用，但在你下这个结论之前，我想问你一件事儿，你知道那几天里你的身体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吗？你知道晚上6点后停止进食对你腹部脂肪的影响走的是哪条生物学路径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试了没效果？不是因为方法错了，而是因为他们在最关键的地方做了一个看起来无害，实际上把所有努力全部清零的举动吗？如果你不知道这些，你就是在蒙眼做事。蒙眼做事的结果就是你试了，失败了，放弃了，然后告诉自己这对我没用，但它不是对你没用，是你还没有真正理解它。让我们从头开始把这件事说清楚。先说一个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事情，减掉腹部脂肪跟你白天吃了什么关系没有你想的那么大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离经叛道，但请先听我说完。当然白天吃什么很重要，长期来看极其重要，但如果单独拿出腹部脂肪为什么那么难减这个问题来问，真正的答案不在白天，在夜晚。你的身体不是一台24小时均匀运转的机器，它是一个有节律的生命系统，有自己的作息，有自己的工作排班，有自己在特定时间做特定事情的生物逻辑。而脂肪的调动和燃烧在这套生物逻辑里有一个黄金窗口，那个窗口在夜里，具体来说是在你最后一次进食结束之后，经过足够长的时间，胰岛素降下来，你的身体从处理食物的模式切换到调动储备的模式之后，真正开始启动的那段时间，问题就在这里。这个切换需要时间，胰岛素不是你一停止进食就立刻降到0的，它需要处理完你最后摄入的那顿饭，需要把血糖稳定下来，需要完成它作为搬运工的全部工作之后，才会慢慢退场。这个过程通常需要3到5个小时，有时候更长，取决于你最后那顿饭吃了什么，吃了多少。如果你晚上9点、10点才吃完最后一顿饭，那胰岛素真正退场大概要到深夜12点甚至凌晨1点之后，而真正的脂肪燃烧窗口才刚刚打开，但你已经睡住了，而且睡眠的时间不够长，这个窗口还没有充分展开，你就醒了，开始吃早饭，胰岛素重新上岗，窗口关闭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睡了7、8个小时，身体却没有进行足够的脂肪消耗，不是睡眠时间不够，是睡眠开始的时候胰岛素还没退场，那扇门根本就没开。晚上6点后停止进食，改变的正是这件事。如果你6点吃完最后一顿饭，胰岛素的退场时间大概是晚上9点到10点之间，这意味着在你11点睡住之前，身体已经有1到2个小时处没低胰岛素状态了，而你睡住之后，那扇脂肪燃烧的门是真正敞开住的。整个睡眠过程都在窗口里，这就是机制上的根本差异，不是少吃了一顿饭，所以少摄入了热量，而是让身体在夜间真正进入了它本来应该进入的代谢状态。现在来说腹部脂肪，因为腹部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不是普通的脂肪，普通的皮下脂肪就是你捏得到的那些对激素的变化相对不敏感，动起来慢，但也相对稳定。内脏脂肪不一样，它包裹在你的肝脏、胰腺、肠道周围，代谢活性极高，对胰岛素的变化非常敏感。胰岛素一高它就锁死，任何动员信号都进不去，胰岛素一降它是第一批响应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是最危险的脂肪，同时也是在正确的代谢条件下相对最容易被调动的脂肪。它的存在是一种高度响应式的储备系统，不是惰性的，是随时准备被用掉的，只要给它正确的信号，而那个正确的信号就是持续足够长时间的低胰岛素状态。当你在晚上6点之后停止进食，当胰岛素在入睡前退场，当身体在整个睡眠期间都维持在低胰岛素状态，内脏脂肪收到的信号就是门开了，可以出来了，甘油三酯开始被拆解，脂肪酸被释放进血液，被运送到线粒体燃烧，最终变成二氧化碳，随住你平稳的睡眠呼吸，一口一口的被呼出去。你睡住了，你什么都没做，但你的腹部脂肪正在以你意识不到的方式安静的减少。但这里有一个让整件事情彻底失效的陷阱，一个很多人踩进去了却毫无意识的陷阱。他们做到了晚上6点后不吃东西，他们撑过了肚子咕噜叫的时间，撑过了看见别人吃宵夜的诱惑，撑过了那种莫名其妙想吃东西的冲动，然后他们倒了一杯橙汁，或者泡了一包低热量的果味茶，或者喝了一杯加了一点蜂蜜的热牛奶，因为听说这样能帮助睡眠，或者睡前吃了一颗维生素软糖，因为包装上写的是零脂肪。这些东西每一样都含糖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哪怕热量很少。糖对胰岛素的刺激是即时的，胰岛素一上来，守门人回到岗位，内脏脂肪的大门重新锁上，整个夜间燃脂机制戛然而止，不是减慢，是停止。因为胰岛素存在的时候，脂肪燃烧在生物学上是不可能的，不是困难，是不可能。这不是意志力能克服的事儿，这是荷尔蒙在控制的阀门。所以晚上6点后进食，最重要的配套条件是你在进食窗口里只喝水、纯茶或者黑咖啡，任何含糖的东西都不碰，哪怕是一小口。这一点做到了，夜间燃脂机制才真正运转。好，现在来说它运转起来之后具体会发生什么。入睡之后的最初几个小时，
身体还在处理一些日间残留的代谢任务，血糖在缓慢平稳的下降，胰岛素继续退场，你可能会翻个身，可能会做个梦，表面上一切平静。但在细胞层面，事情开始发生了，胰高血糖素开始升高，这是胰岛素的对立激素，它的工作是在没有食物供应的时候发出动员储备能量的信号，它告诉脂肪细胞把存货拿出来，大约在你停止进食后的10到12个小时，肝糖原开始见底，血糖进入一个平稳但更低的区间，身体正式做出判断，接下来需要动用脂肪储备。这个判断一旦做出，肢解作用启动，内脏脂肪里的甘油三酯开始被脂肪酶拆解，脂肪酸释放进血液，随助循环系统被运送到肌肉、心脏、肝脏，进入线粒体开始氧化燃烧。你呼出去的每一口气里面都有一点点来自内脏脂肪的二氧化碳，这个过程是安静的，没有任何体感提示，你感觉不到它，你睡住了，你不知道，但它真实的在发生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，规模越来越大，大约在深夜，也就是你停止进食后的第14到16个小时之间。如果你是6点停止进食，11点入睡，这个时间大约对应凌晨8点到10点，也就是你睡醒之后吃早饭之前的那段时间。脂肪燃烧达到这个夜间周期的高峰，你早上醒来的那种感觉，那种说不清楚的轻盈感，那种比昨晚更清醒的头脑，那种不是特别饿但感觉很好的状态，不是错觉，是真实的生理状态反应，是一整夜的脂肪燃烧之后身体处综高效代谢状态的外在表现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件事也在夜间悄悄发生，生长激素。生长激素在睡眠期间会出现一个或几个分泌峰值，尤其是在深度睡眠阶段。而低胰岛素状态是生长激素充分分泌的必要条件之一。胰岛素高的时候，生长激素的分泌会被抑制。生长激素做什么？它告诉身体保住肌肉，燃烧脂肪，这是一个对你极度友善的指令。你在睡觉，你没有在运动，你没有在主动做任何事，但你的身体正在执行保肌减脂这个任务，因为生长激素正在发号施令。这就是为什么睡眠质量高、入睡前胰岛素低的人，即使不做大量运动，体型维持的效果也比想象的好，不是他们的基因好，是他们的夜间代谢环境好。还有一件事和腹部脂肪直接相关，皮质醇。皮质醇是压力激素，它在早晨自然升高，帮助你醒来进入活跃状态。但皮质醇还有一个效果，它会促进内脏脂肪的堆积，尤其是在腹部。如果你晚上很晚才吃东西，血糖在睡眠期间出现波动，皮质醇会在夜间不正常的升高来稳定血糖。这种夜间皮质醇的异常分泌是腹部脂肪持续积累的一个隐性原因。当你在晚上6点之后停止进食，血糖在入睡前就已经稳定下来，整个夜间不需要皮质醇来应急处理血糖波动，皮质醇维持在正常的低水平，腹部脂肪积累的这个隐性驱动力就消失了。这是一个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意识到的路径，不是通过燃烧腹部脂肪来减少它，而是通过切断它的补给线来让它停止积累。两件事同时发生，脂肪在减少，同时新的脂肪停止积累，这才是真正有效的腹部脂肪干预。好，现在说实操，因为理解了机制，操作上有几个关键点，做到了效果就会很明显，没做到就是白费。第一个关键点，最后一餐的内容比最后一餐的时间更重要。如果你在晚上6点吃了一大碗白米饭加红烧肉，血糖峰值会非常高，胰岛素的退场时间会被大幅延长，可能要到深夜才能真正降下来，你的夜间燃脂窗口就大大缩短了。如果你在晚上6点吃了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、少量复合碳水的一餐，血糖反应平稳，胰岛素退场快，燃脂窗口就更早打开，也更持久。同样是6点停止进食，最后一餐的构成不同，效果可以差很远。第二个关键点，进食窗口里的饮品选择，水首选随时喝，纯茶没有问题，绿茶里的 EGCG 还能额外促进脂肪代谢，黑咖啡可以，但下午2点之后最好不喝，避免影响睡眠深度。任何含糖的东西，包括果汁、蜂蜜水、含糖茶饮、零卡路里甜味剂、饮料部分人工甜味剂会引发胰岛素反应，都要避开。任何含热量的东西，只要它会刺激胰岛素，就会关掉那扇门。第三个关键点，睡眠质量是夜间燃脂的乘数。如果你睡眠很浅，频繁醒来，深度睡眠比例很低，生长激素的分泌峰值就会受损，夜间燃脂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。所以晚上6点后停止进食，配合良好的睡眠习惯，才能发挥最大效果。睡前减少蓝光暴露，保持卧室温度稍低，不要把手机带上床，这些不是无聊的建议，这些是保护你夜间代谢质量的具体操作。第四个关键点，早晨的处理方式，你一觉醒来，身体处宅脂肪燃烧的高峰状态，这个状态非常宝贵。如果你立刻吃早饭，胰岛素马上上来，燃脂停止。但你不需要立刻吃，你可以先喝水，先喝杯黑咖啡或者绿茶，先去活动一下，哪怕只是走走路，让身体在这个脂肪燃烧的高效状态里再多待一会儿，多1个小时，就是多1个小时的内脏脂肪在被消耗。这不是痛苦，不是强迫，只是顺住身体的节律，多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把已经开始的工作做完。最后说一件事，关缩预期。很多人试了几天，体重秤没有剧烈变化，就觉得没用，但你现在知道了，脂肪离开身体的方式是气体，是你呼出去的二氧化碳，它的重量极轻，体重秤根本不是感知它最灵敏的工具。
真正感知它的方式是腰围，是衣服的松紧，是早晨醒来的那种轻盈感，是下腹部那种说不上来的比上个月稍微平了一点的感觉。这些变化通常在2到3周之后开始出现，在1到2个月之后变得明显，不是因为它慢，而是因为你的身体在做的是真正的代谢重建，不是表面的水分波动。水分波动可以在1-2天内让体重秤变化2-3斤，真正的内脏脂肪减少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写进你身体里的改变。它不急，但它真实，而且一旦发生不容易反弹，这才是值得去做的那种改变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帮你看清楚了夜间代谢这件事背后真正的逻辑，请给它点一个赞，这对这个内容被更多人看见真的很重要。我们下期见。